今天发现这家寿司店满足感特别高，这一顿寿司就吃了20种海鲜，所以夏天不吃寿司吃什么？吃寿司跟吃河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今天这家店又是在京都找到的一家100年老店，不是吹的那种啊，他们家是真的开了125年。不过就是这种店很难进去。就到了京都，你会发现你的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，这种餐厅你不提前1周预约根本进不去。哦哟，我看你有好歪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这个就是一会儿放寿司的盘子，这位是大将的女儿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儿子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个事儿，为什么寿司师傅没有女性啊？而且大将为什么都没有头发？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吧？你看他儿子都有。哎，好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寿司，比目鱼寿司，它肉质白嫩，脂肪很少，1.7%的脂肪率，所以才是第一个上的寿司。子虚啊。第二个就是鲷鱼了，它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要锁住酱油，所以这种店一般是不用碟子蘸酱油的，因为师傅会帮你全部调好。刚才这个还有点梅子酱，是酸甜口味的，然后是赤身，特别大一片，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点点。师傅说寿司里的米就是为了衬托肉的鲜美而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王牌之一，金棘鱼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昂贵的深海鱼，它就是肉厚脂肪多，而且那个肉还很有嚼头，像一块脂肪口香糖，太有嚼劲了。接下来是竹荚鱼，日文读作阿吉，也是我的日文名。这个鱼一般是用来烧烤或者做鱼油罐头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鱼，所以现在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才给力，龙虾尾寿司，它是把龙虾尾对叠过来，中间夹了一小块米饭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您出门左转吧。哇，虾肉好多啊！好啦，我们继续下一个寿司，鱼子寿司是我最讨厌的寿司之一，齁咸，可能是我吃不来吧。接下来又是很厉害的一种金棘鱼，头黑金棘鱼，就这个鱼更贵，应该算是寿司鱼类里面最好的一种。普通寿司店一般是没这个鱼的。上面那个是金棘鱼的肝，然后加了几根小嫩葱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。金棘鱼的肝是茶味儿，肉质就是深海鱼独特的香嫩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章鱼肉，又是一个锻炼咬肌的东西，跳过吧。哎，鲍鱼我就很喜欢了，脆嫩脆嫩的口感，这个我可以吃10个。上面涂了一点酱油和柚子醋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盐海胆，就是吃进去的时候还有那个盐的颗粒感，加了盐会显得海胆更甜，好吃。然后是赤贝寿司，这口感特别丰富啊，就上面是脆的，下面是软嫩的。师傅在上面涂了一层甜甜的照烧酱。然后这个是毛蟹的肉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太小一口了。接下来是鳗鱼卷，它是把鳗鱼翻过来之后卷了一层米在里面，真的是一大片的鳗鱼。鳗鱼的腥味特别重，就很香。紧接着就是鳗鱼鸡蛋烧，它是把鳗鱼切碎之后加在鸡蛋里面，这个厚蛋烧特别的 Q 弹。吃完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磅炸弹，金枪鱼的窝头咯，3个字形容，全是油，特别的过瘾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无敌卡玩意儿。救命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真的好嫩啊，就连服务员都嫩起来了，好帅啊！吃完这家店我甚至有个感悟，就是烤肉店的好坏真的是在拼谁家的花样更多，肉都是一个品种，为什么他家我就可以吃这么多？现在是9点半啊，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抢到他们家最后一班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家人们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！开始吧。他们家的第一个前菜就很恐怖，我还以为是烤肉，结果小姐姐让我生吃，他们还在肉的旁边织了2根线，然后它是让你用线把这个蛋黄给它勒开。其实说句老实话还挺好玩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哇，它爆开了，家人们。接着用这个蛋液就是下面的果冻一起混匀，就你像这样和好之后挖在这个海苔上面。但是我们抛开对生肉的偏见，它这样看上去，那我还是不想吃。哇，菜不可貌相，生牛肉的那个脂肪和蛋黄的香味特别配。我突然觉得就算是生肉恐惧者，和牛的生肉也是可以尝尝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菜，先不说上面怎么又有个蛋黄，他是在向我传达什么禅意吗？我都有点好奇他是怎么把韭菜立起来的。从中间把它掰开，然后让蛋液从内而外的渗出去，但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就是韭菜，韭菜跟蛋液这2个食材真的很不配。韭菜真好。然后这块都是他们家的特色，雪花牛舌，就是牛舌上面脂肪最多的那个部位，所以它这个牛舌看起来都是白色的，它翻过来这一面才惊艳，因为脂肪很多，所以它表面都在冒油泡。一口下去，虽然你知道它是牛舌，但你咬下去的时候却觉得像龟苓膏，这真的是烤牛舌之上的新体验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和牛身上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这应该算牛的五花吧。这个千万不要烤太熟，先给朋友加一个，我觉得烤到2面冒泡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这头牛是一头母牛，那给你戴个好看的发夹，怀着感激的心情吞下你吧。哇，超软，就你一口吞下去，你都觉得是浪费。我还偷偷留了一坨肉在我嘴巴里面嚼。接下来是2坨汉堡肉，这种肉一般如果你烤过了，它就会变得很硬很柴，所以我们就要精准的烤到它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，就像是这个状态。厉害吧？当然你要是想吃生一点也不错，烤成这种状态，吃起来会微微泛甜的感觉，但就是有点腻。那你可以再蘸一点鹌鹑蛋的蛋液，或者这种酸酸的臭橙醋。我觉得这种蘸醋要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啊，偷拍被发现了。好帅啊！它是一个黑色吐司和牛三明治，它上面还插了一个这个插入栓，这里面包的是那个卵黄。突然觉得它是一道很有未来感的菜呢。挤这个蛋液的过程真的也很爽。这个看上去我都饿了。咬下去之后我才发现，牛排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酥脆的皮，真的是野餐新选项。然后是一盘肥牛，它还不是就这样直接烤着吃，它是把它烤的差不多之后盖在饭上和蛋黄一块吃。有人数过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多少个蛋黄吗？又要在热腾腾的肉上面戳破蛋黄了，满不满足？
挂满足。然后你们猜最后的甜品是什么？它是双重鸡蛋布丁，直接把一整个蛋黄铺在布丁上面，真正的超浓厚鸡蛋布丁。这什么奇葩操作啊？哦。它是好吃的，蛋液让鸡蛋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厚，甚至还有点牛奶味，在日本菜真的不可貌相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特别的好吃。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一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喜欢在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理由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了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、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人身上找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挤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。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当然还是沙拉。下个菜，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这是一块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隔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就是肉翡翠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喝牛汤，这个就是喝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那个新鲜的味道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，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，带着肉香的米饭。这就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，先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，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它是非常柔和的味道。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得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。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和牛三明治。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面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就是没吃饱。今天这顿寿喜烧啊，真的是吃出了疑惑 ，respec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上一次我们不是去了一家1886年开业的寿喜烧店吗？那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又去搜了一家。今天这家店更夸张，1872年开的业，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刚上初中。话说1872年到现在已经有149年了，还差1年就可以到那个了。我们预定的是他店里面最大的那个包间，一走进来就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味儿，不是指嗅觉哈。这位就是今天帮我们烤肉的阿姨，长得有点像我以前的班主任，非常害怕。他家也是不能点菜的那种餐厅，只有一个贵的套餐跟一个便宜的套餐。那我们2个都点吧。接着热油热锅的时候会给你上一点小菜，先上的是煎鱼刺身。为什么来吃寿喜烧我也要吃生呢？然后这个比较好吃，是一碗荞麦米饭，里面还有一坨烤的鳕鱼，就着荞麦米一块吃，感觉自己可以活到199。萝卜，它热好锅之后，先会在那个锅里面倒那个寿喜烧的汁，然后就是放牛肉了，接着是开始搅生鸡蛋。反正我们吃这一顿总共要吃8个鸡蛋，那坨牛肉也会一直放在锅里煎，滋啦滋啦的，闻起来味道特别香。煎好之后就会直接泡到蛋液里面，一会儿那个蛋液就会进到肉里面去。第一片是贵的那个肉会切得很厚，所以你要把它往下按一下，要让它身上带满蛋液，于是你就能感受到2种不同的甜味。第一碗其实它只是纯肉，让你先过一下肉瘾。从第2盘开始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菜，洋葱、金针菇这些。第2盘因为加了洋葱、金针菇和豆腐，所以汤汁会变得没有那么油腻。其实你甚至还可以用肉包着豆腐吃。然而我觉得这碗里面魔芋丝才是那个精华，因为它的粘上非常多的蛋液。这个葱好好吃。下一碗是金针菇跟茼蒿，茼蒿真的是神呐！它和很鲜的汤搭配在一块的时候，就会显得它叶子的味道格外的清香，这个味道真的好上头。再来一口金针菇就着肥肉一块吃，冲破香甜的牛油之后，就是金针菇的软脆。吃完这盘，对和牛的欲望也差不多满足了。班主任又打起了蛋来，他会就着刚才寿喜过的汤汁，直接把米饭倒进去煎，然后再把刚才打好的鸡蛋液淋在上面。这什么神仙做法？看着我就饿。然后3、2、1，开盖。
有没有那种像蒸蛋糕一样的感觉？切起来更像蛋糕，米饭跟鸡蛋基本上融在了一块儿，但因为鸡蛋跟那个汁水都是甜的，所以真的还有点腻人。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在下楼的时候，老板会把你叫住。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大概就是出门保平安的意思，只有在那种很老的店才会有这种动作，长见识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